我重生成幼年北海巨妖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上交国家，开启14亿人全民投喂。只因我知道1个月后，蓝星将被强行融入无尽之海，海洋面积无限扩大。 随之而来的是无穷无尽的深海巨兽和来自其他维度的狰狞异族。人类引以为傲的核武导弹，在那些恐怖存在面前如同蚍蜉撼树。不到1个月的时间，人类死亡99%。前世我便是在守卫神夏海岸线的最后一战中，被这只北海巨妖吞噬，神夏国门也因此彻底崩塌。然而没想到，再次睁眼，我竟重生成了这只北海巨妖，并且激活了无限吞噬进化系统。只要不断吃，就能无限变强。可是我孤身狩猎太过缓慢，远远赶不上末日来临的速度。于是深思熟虑后，我决定向神夏传递末日预警与自己的价值。 恰巧这时，一道低沉而规律的螺旋桨轰鸣声穿透层层海水，清晰传入我异常敏锐的感知中。是军舰。这个声音对于前世作为海军军官的我来说极为熟悉。此刻海面之上波涛翻涌，由定波号轻型护卫舰领头，2艘海鹰级巡逻艇拱卫两侧的小型舰队，正以战斗姿态低速巡航。声纳功率开到最大，巨齿鲨已经撕碎了3艘渔船，几十条人命。今天必须把它给我揪出来，解决掉。是，声纳最大功率开启。 老李，这世道真邪门，先是头顶的卫星全瞎了，接着海水像疯了似的暴涨，现在连10多米长能硬扛鱼雷的大白鲨都冒出来，这世界到底怎么了？陌生，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陌生，也越来越危险。警报！警报！发现不明大型水下目标，方位345，距离3000米，深度800米，目标体积巨大。总算找到了，全舰1级战斗准备，鱼雷等等。 目标移动速度缓慢，轨迹稳定，未表现出任何攻击意图。声纳特征与我们数据库里任何已知的攻击型海兽都对不上。舰长，管它什么特征，体积摆在那里，绝对是新型变异巨兽，威胁等级未知，咱们先下手为强啊！反丑鱼雷，深弹齐射，火力覆盖，先把它轰个半死再说。不行，巨齿才10米长，挨了一发鱼雷后都能发疯逃窜。眼前这个100米巨物，你觉得几发鱼雷能撕开它的皮，能炸烂它的骨头？一旦激怒它，我们这3条船够不够它塞牙缝？保持距离，持续跟踪，给我盯死它！我要知道它想干什么。与此同时，800米深的水域下，我听到了头顶上方凄厉的警报声，同时发现那3艘钢铁舰船下方数个黝黑的鱼雷发射管口已经对准了我所在的方向。于是我的大脑飞速运转，意识到他们来到这里，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搜寻刚刚被我吃掉的那只变异大白鲨。紧接着，我将末端的一条触手猛地探出，精准地卷住了沉在下方海床上那颗变异大白鲨的头颅，随后快速上浮，很快便抵达了能让舰船声呐清晰成像的深度，然后将卷着巨大鲨鱼头颅的触手缓缓上举，悬停在了定波号正下方的海水中。我的老天爷啊！他干掉了巨齿，他知道我们在追捕巨齿，他在向我们展示智慧。他拥有极高的智慧，他在尝试和我们沟通。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大发现，必须得上报高层。报告，最高指挥部急电。最高指令：目标克拉根具有极高智慧与研究价值，立即使用沉眠者尝试捕获，务必带回3号安全港。舰长，命令下来了，动手吧！这大章鱼再厉害，也扛不住沉眠者的剂量，只要一发。等等。你看清楚，他能如此轻易地杀死巨齿，还能这样把头颅展示给我们，他的智慧远超我们的预估。沉眠者对付这种级别的生物，效果未知。一旦失败，激怒他，我们整支舰队瞬间就会变成海底的废铁。你想赌吗？可这是高层的命令，命令是死的，人是活的。战场瞬息万变，指挥权在我。执行 B 方案，尝试友好接触，引导。立刻开启冷库。把储备的冷冻鲸鱼肉全部搬出来，投下去，尝试引导它跟随我们向3号安全港方向移动，要慢，要稳。命令下达后，舰队立即运转起来，士兵们迅速将冷冻鲸鱼肉块抛入海中。海面之下的我见状，心中顿时大喜，随后极其配合地用触手卷起肉块，疯狂吞噬，并缓慢地跟着舰队移动的方向前进。看来克拉加确实是可以进行友好接触，他需要食物，立刻联系3号安全港，让他们备好布，是清空所有冷库。准备好最大规模的接收预案，我有预感，这次接触将重塑我们神夏的未来。是。
丁，吞噬鲸鱼肉，进化值加0.001。丁，吞噬嵌鲸鱼肉，进化值加0.001。此时，我听着脑海中响起的系统提示，心中乐开了花。果然，无限吞噬系统吃什么都能增加进化值，就算是普通的肉也可以。虽然增加的进化值少得可怜，但是我要真的得到了神下的举国投喂，猪牛羊等牲畜那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届时只要我吃得够快，绝对能觉醒北海巨妖的专属天赋。突然，我感知到从远方海面传来了引擎轰鸣声，我的意识深处随即浮现起前世的记忆。米国主导的所谓蓝星联盟，在异族的大举入侵下，仍在围堵扼杀神下、扶桑、高丽之流。更是毫无脊梁的跪伏于异族脚下，调准枪口对准曾经的同胞。警报！警报！发现多艘舰艇高速接近，方位270，距离9公里。识别信号是米国驱逐舰海狼号、扶桑驱逐舰乌鹰号、高丽驱逐舰李舜琛号，还有4艘护卫舰，型号不明。对方已展开战斗队形，航向直指我方，形成包围态势，封锁我退路。混蛋！又是这群米国佬和他们养的狗。海洋变大，他们就觉得能骑在我们头上了，想把整个大洋都划进他们的霸权版图。世界巨变，危机四伏，我们神下克制，只为积蓄力量应对未知，他们却把这克制当成软弱可欺。神下舰艇，这里是米国第7舰队海狼号，立刻停止拟方行动。重复。立刻停止拟方行动！你们所接触并试图控制的深海巨型生物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根据泛太平洋战略资源公约，现要求你方立刻移交目标控制权，由我方联合舰队接管，否则将视为对联盟的敌对行为，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话音落下的瞬间，联合舰队所有舰艇的主炮塔、导弹发射架、近防炮系统齐刷刷的旋转锁定。海狼号舰桥内，舰长史密斯叼着雪茄，看着屏幕上声呐显示的庞大水下阴影，眼中混杂着贪婪与震惊。上帝啊！神下人到底捞到了什么宝贝？这体积简直是从神话里爬出来的。史密斯长官，我建议切断神下人退路。大本营也发来了急电，目标具有划时代战略价值，绝不能让神下人独吞。必须夺取！阿尼哈塞哟，史密斯长官，伊朗大佐，你们多虑了。神下人哪敢反抗我们伟大的联盟？他们只配颤抖着交出猎物。就在这时，联合舰队所有舰桥的屏幕上都清晰地显示定波号舰体那座单管100毫米主炮猛地昂起炮口，指向了海狼号的方向。舰舷的导弹发射井盖板打开，露出里面狰狞的弹头，整个神下舰队瞬间拉响了1级战斗警报。该生物由我方首先发现、接触并引导，你们的行为是对神下主权的严重挑衅，神下绝不退让。重复，绝不退让。命令，所有能挂反舰导弹的战机即刻起飞，目标定波号所在的海域，给我以最快速度扑过去。陆基反舰弹道导弹部队解除保险，进入发射程序，坐标锁定联合舰队。一旦敌方率先开火，给我打，狠狠地打！老大，这会引发世界大战啊！该来的躲不掉，一退再退，换来的只有蹬鼻子上脸。这克拉根拥有智慧，战略价值无可估量，落在米国手里就是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内利斯之剑，必须留在神下。然而此刻的秦振山却忘了一个事情，他们口中的克拉肯可不是一个人畜无害的章鱼，而是一头恐怖的北海巨妖。消失了，克拉肯从定波号下方消失了。什么？那团巨大阴影竟从定波号下方凭空蒸发了。跑了，被吓跑了！神下人，你们的努力白费了。哟西，这章鱼倒是识相，知道谁才是海洋真正的主人。哈哈，神下人竹篮打水一场空，痛快！啊，吓死我了，还以为真要打起来。史密斯长官英明，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下任务也算完成了。好了，大家辛苦了，先去休息吧。长官，他没走，他在我们下面正下方，深度50米，不，30米，上浮速度极快。世宗大王级驱逐舰可是高丽最先进的海上战舰，是蓝星最强大的海上武器之一。不到2秒钟的时间内，竟被硬生生地勒成了2段。开火！
开火，所有武器，给我撕碎那个怪物！海狼号和雾岛号等联合舰队的舰皮主炮同时发动攻击，海面瞬间沸腾，巨大的水柱此起彼伏的炸起，火光和硝烟弥漫了整片海域。然而，深水炸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却只在我的皮肤留下了一片片迅速消退的焦黑印记。高速袭来的反舰导弹一旦扎入海水，便速度骤减，轨迹变得笨拙而可预测。我只需随意摆动一条触手，导弹就被拍得偏离方向，在不远处炸开一团浑浊的水花和气泡。很快，所有人都意识到，他们从前引以为傲的热武器，已经无法在这新的时代让他们继续维持霸主的地位。紧接着，我摆动着身躯向雾岛号逼近。史密斯长官，他冲我来了！支援，请求支援啊！一艘世宗大王级驱逐舰，一艘金刚级驱逐舰，2艘代表人类最高科技的现代驱逐舰，竟然被一只海兽用最原始的方式击沉。他是魔鬼！海妖之歌，发射海妖之歌！快，所有库存全部打出去！快呀！随即，数枚装载着超高浓度神经麻醉剂的海妖之歌深弹射向我所在的海域，深探入水即溶解，淡蓝色的药剂迅速扩散开来。完了，是米国佬的海妖之歌，这么大剂量，足够放翻一个鲸鱼群了。克拉拉滚他！全速靠过去，准备抢兽，快！检测到强效神经毒素入侵，成分泰坦聚抑制剂 MMK3，解析中，能量转化效率35%，转化为进化点1。哼，给我加餐，这点麻醉连让我打个哈欠都不够。只不过这无尽吞噬系统真是牛啊，竟然连神经毒素都能吞噬。行，你给我加餐，我也送你一份礼物。下一秒，我的目光锁定了试图逃离的海狼号。海狼号的旁边是缓缓下沉的雾岛号前半截舰体。我探出一条触手，卷住了雾岛号正在下沉的舰部分，朝着海狼号的舰桥和上层建筑区域狠狠砸落。震耳欲聋的撞击声轰然响起，雾岛号残骸砸在了海狼号的上层建筑上，指挥塔雷达天线、导弹发射架瞬间粉碎坍塌。紧接着，海狼号内部的弹药被撞击引爆，比之前雾岛号自爆更加恐怖的火球和冲击波腾空而起。剑桥中，史密斯和他的指挥团队在瞬间被气垮，整个上层建筑被夷为平地，庞大的舰体开始倾斜下沉。幸存的几艘护卫舰早已将引擎功率推到极限，疯狂逃窜，连头都不敢回。不到10分钟，3国联合舰队主力战舰全部沉没，海面上只剩下燃烧的残骸、漂浮的油污、散落的救生筏和无数在冰冷海水中挣扎哭嚎的落水者。随着海狼号巨大的舰躯沉入波涛，我将触手缓缓收回海面之下，全速前进，意图抢兽的定波号此刻缓缓减速，最终停泊在了一片狼藉的海域边缘。强效麻醉剂，海妖之羹，也完全无效吗？舰长，克拉克，他在我们下面又回来了。刚刚稍缓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所有武器系统再次本能地对准了水下。虽然之前克拉肯对神夏舰队没有表现出恶意，但是谁知道他会不会杀红了眼啊？可就在李卫国几乎要下令规避时，我将一条稍微纤细的触手探出海面，卷起一块之前神夏投喂剩下的冷冻鲸鱼肉，又朝着定波号的方向晃了晃那块肉，然后触手抬起，指向了3号安全港所在的方位。他还记得，他在等我们带路。解除战斗警报，保持引导队形，航向3号安全港，全速前进。向最高指挥部发送最高加密统计报告。克拉根展现毁灭级战力，高度智慧，对神夏表现出明确善意。联合舰队拦截已被克拉根彻底摧毁，我方正引导其前往3号安全港。重复，克拉恩具有无可估量的战略价值与高度自主性，建议启动最高规格接待与沟通预案。我跟随舰队到达3号安全港后，看到在大海的深处有一个由数米厚的特制合金玻璃构成的水下观察平台。此时的平台内光线明亮，空气中却弥漫着一丝紧张和兴奋味道。头发花白的生物学泰斗陈院士趴在冰冷的观察玻璃上，布满皱纹的手因激动而微微颤抖，他的眼睛死死盯着深水区那片庞大的阴影。克拉根，摧毁3国联合舰队的那个克拉根，
此时整个平台内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眼前的生物震慑得无法呼吸。仪器屏幕上显示的逆天数据告诉人们，这绝非蓝星已知的任何生命形态。就在这时，我将一条触手抵在了前方的观察窗上，有节奏地轻敲着厚重的玻璃。与此同时，一股极其微弱的次声波穿透玻璃和海水，扩散进观察平台内部。平台内精密的声学传感器瞬间捕捉到信号，警报灯无声闪烁。他动了，他在敲玻璃，他在发出信号。快给我解析！破译，他一定有话要说，这是历史性的接触，快呀！整个团队瞬间投入破译工作，键盘敲击声连成一片急促的暴雨，屏幕上刷过海量的波形数据和分析模型。李卫国和王猛也挤到了玻璃前，目光死死锁定着我抵在玻璃上的触手。出来了，陈院士，破译出来了。29天全面入侵，所有地方，幽影林族，巨型海兽。这是什么意思？29天入侵，幽影林族。他在警告，29天后，一个名为幽影林族的异族将会携带大量巨型海兽对蓝星发动全面入侵。我听到陈院士破解出了自己想要表达出的意思，顿时点了点头。全面入侵，异族，这怎么可能？敌人不是扶桑，不是米国，是外星人！开什么玩笑？陈院士，是不是破译出错了？或者是这巨兽在吓唬我们？这消息太离谱了。周围的科研人员和持枪警卫眼神里也满是不相信的神色。对于这个结果，我倒是并不意外，毕竟这个消息太过惊世骇俗，他们一时间无法相信也可以理解。对此，我早就想好了对策，想要让神下高层相信自己，只需要按照记忆告诉他们一些马上就会发生的事情就好。想到这里，我将那条抵在玻璃上的触手再次抬起，然后以更复杂的节奏和力度敲击起来。快，重新解析，这次的信号完全不同。今晚，高丽东海岸，克拉克预言就在今晚，高丽东海岸会有怪兽袭击。他不仅能交流，还能预知未来。不行，我得尽快把这些消息上报到最高统帅部。克拉巴现在饿了，需要大量食物，你们调动所有储备，肉类、新鲜的、冷冻的，有多少给我弄多少，立刻投喂给克拉巴。陈院士，喂多少啊？喂到他不饿为止。荒谬绝伦！我们坐在这里，竟然在讨论一头畜生的话。他刚撕碎了3支最先进的舰队，他展现的力量已经失控。这所谓的预言，我看就是他的调虎离山之计。他在疯狂吞噬我们的资源成长，等他成长到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步，第一个毁灭的就是我们。我提议立刻启动斩龙预案，集中所有战略打击力量，趁他还在港口，彻底将其抹杀，取其基因，永绝后患。雷震，稍安勿躁。陈院士带回来的沟通记录清晰连贯，一向明确。克拉肯展现的智慧远超我们的认知范畴，他传递的信息结构绝非野兽本能。他提到的幽影林族和怪兽特征，与我们绝密档案中零星收集到的来自无尽之海边缘的未知生物碎片信息高度吻合。看，这是5天前探索者7号在马里亚纳异常海沟边缘捕捉到的未知生物轮廓。这鳞片反光特性，还有这利爪的形态，与克拉克描述的幽影林族何其相似。还有这头骨碎片，其密度和结构绝非已知任何地球生物。另外，李卫国舰长也证实，他拥有毁灭级力量，但面对我方的引导和投喂，表现出了惊人的克制。他若真有恶意，在海上定波号早已化为海底尘埃。我认为，克拉克目前是抱有善意。善意，秦振山，你被这怪物迷惑了。林峰，告诉他们，这头善意的怪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最新情报，3国元首正在进行紧急视频峰会，初步研判，他们极可能达成一致，以神下秘密研发并失控释放超级生物武器，造成3国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正式理由，向联合国提交控诉，并启动最高级别的联合制裁。更严重的是，3国海军主力已在争议海域外围完成集结，空中力量调动停止，不排除以清除人类威胁为名，对我国沿海重要目标实施预防性打击的可能性。国际压力已如山崩海啸。听到了吗？为了这头无法掌控的怪物，我们正被推向战争的边缘，值得吗？
那难道就坐视他预言的灾难发生了吗？万一它是真的呢？够了，预言的真伪，今晚自见分晓。雷震、秦振山，老师，命令东部战区、北部战区即刻起进入1级战备状态，所有战舰、雷达、声貌阵列给我死死盯住高丽釜山港方向及我国东部海域，一只可疑的沙摆都不许放过。是。陈院士在。继续满足卡尔克的食物需求，同时严密监控他的一切生理指标、能量变动、体型变化。明白。林峰，是首长，全力应对国际舆论风暴，咬死未知深海巨兽袭击，我方同样是受害者，措辞可以强硬。同时，准备一份关于今晚可能发生在高丽东海岸的深海巨兽袭击预警，匿名发送给高丽最高安全部门。我们能做的仅此而已，剩下的看他们自己的造化。在今晚结果揭晓之前，任何人不得对克拉根采取任何形式的敌对行动，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就在神夏龙渊阁做出艰难抉择的同时，一场针对神夏的风暴已在全球刮起。联合国紧急会议厅中气氛如同刑场。女士们、先生们，看看这些照片，这是屠杀，是神夏蓄意释放的超级生物武艺克拉定制造的屠杀。它撕碎了我们英勇的士兵，摧毁了维护地区和平的舰队，这是对文明的践踏，是对人类生存的宣战。一时间，反神夏浪潮如同海啸般席卷全球，多国政府宣布中断与神夏的合作项目，启动经济制裁，召回大使。恐惧和敌意如同瘟疫般蔓延，这股风暴同样冲击着神夏国内。作为距离3号安全港最近的城市，恩市首当其冲。武装直升机在空中盘旋警戒，满载冷冻肉类的重型卡车在军队装甲车的押送下驶向港口方向。市民们挤在街头巷尾，脸上满是茫然和恐惧。国家养这种能撕碎军舰的东西干什么？他哪天饿了会不会爬上岸来吃我们？网上说他一顿能吞掉一座城的肉，我们恩市的肉都快被他吃光了。与此同时，神夏高层也承受着来自国内外的双重高压。然而，此刻最崩溃的却是第3号安全港口的负责人刘强。他站在巨大的卸货码头边缘，指挥吊车将最后的冷冻肉类抛入海中，专门为我开辟的巨型投喂区。报告长官，投喂区最新一批物资已被目标吞噬完毕。还没吃饱，恩市冷库调来的所有库存全喂下去了。这已经是第几车了？整个恩市的肉类储备都要被他掏空了。这哪里是海怪，这是无底洞，是饕餮转世啊！然而，投喂区下方的我却是爽上了天。一条触手卷住头活牛，轻易将其骨骼绞碎；另一条触手将成堆的冷冻猪羊肉铲起，还有触手将大块冻鱼喂入嘴里。仅仅这么一会儿，在我把恩城几乎全部城市肉食储备完全吞噬后，便得到了整整1000点进化值，可以升级了，哈哈哈！爽！这几个小时的吞噬就比得上我捕猎几天的收获。选择和神锹合作是对的。系统升级。随着我的确定，一股源自生命本源的能量洪流在体内轰然爆发，我的身体肉眼可见的膨胀，覆盖全身的角质层不断脱落，露出下方更加坚韧的新生皮层，骨骼也不断延伸和增粗，臂展从100米暴涨至130米，原本直径10米的头部，此刻也膨胀到13米，体重更是达到骇人的1920吨。你已成功进化到2阶，力量、敏捷、体质、感知各加300，觉醒技能超强再生。牛啊！仅仅才升了1级。所有体型和属性直接增加30%，更加觉醒了一个强悍无比的 B 级技能——超强再生。有了这技能，我不就可以更浪了？无敌了，无敌了！不行，现在还不能飘，距离饕餮任务的3阶还差得远。趁着神夏还没反应过来，趁着投喂还没停，赶紧吃！想到这里，我将自己的身躯藏入更深的海底，触手则继续卷起码头抛下的肉食，然后送入嘴中。臂展130米，体重1920吨，这才几个小时，增长了30米，480吨。体表角质层密度、能量读数、力量模拟值，全部暴涨30%以上。这已经不是指数级增长，这是跃迁，是蜕变。幼崽，一只幼崽，几个小时吃掉半座城的肉，体型力量暴涨1/3，那它成年会是什么样子？接龙渊阁。最高优先级克拉根，他刚刚完成了一次恐怖的进化，他是幼崽。吞噬肉类无数，体重增长480吨，体型增长33米，体表防御强度和力量增长30%。幼生现在还无法确定克拉金是敌是友，若继续让其如此速度进化下去，我神夏将面临巨大的危险。命令，
即刻起，暂停对克拉根的一切食物供应。命令：第3号安全港守备等级提升至最高级，所有岸防反装甲炮、深水炸弹发射器、特种鱼雷阵列全部解除保险，对准目标核心区域。命令：港内所有战斗人员立即撤离，战斗人员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在今晚高丽东海岸事件结果明确之前，所有单位静号警戒，不得擅动。这几道命令传至第3号安全港后，港口瞬间响起最高等级的警戒警报。巨大的吊臂随即僵在半空，最后一车冷冻肉停在码头边缘，投喂口的合金闸门缓缓闭合。岸上的士兵们快步跑入预设阵地，粗大的炮管转动，指向那片吞噬了无数肉食的深水区。水下的声呐功率开到最大，笼罩着那团阴影。港口内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深水之下，我透过观察玻璃直视水下观察平台。神夏所有的动作都在我的预料之中。我没有愤怒，没有焦躁，巨大的身躯在深水中缓缓摆动。新生的更加粗壮的触手舒卷着，适应着暴涨的力量。神夏人自己弄出个怪物，就以为全世界都是怪物了，危言耸听。哎，给我拦住他！不管用什么方法，给我拦住！我去，那是什么？放大版的皮皮虾！这就是蓝星，呵呵，不过一个低等级的科技文明罢了。如此之弱，我们29天后的入侵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意外。萨鲁曼不可轻敌，族中派我们海神教先行，就是要探明和蓝星文明的情况，拔除所有可能的尖刺，谨慎些。谨慎？看看这些虫子，他们的最强武器打在巨钳兽身上，连挠痒痒都算不上。等无族大军降临，他们唯一的用处就是作为献祭给他的血食。真的和克拉克说的一样。立刻召开最高军事会议。현우다단 우리들이 현우다단도 홍보보다는 비전 조직했어. 보고 상황已经超过만快상황실 초음수가 미국快联系威尔逊寻求第一支援听说他们使用蘑菇弹拿住蘑菇弹这个比列达。与此同时，米国黑宫战情室内，威尔逊正叼着雪茄眯着眼，一丝冷酷而算计的笑意在威尔逊嘴角蔓延。小鹏啊，我很遗憾，这只怪物的力量超出了预估，正面阻挡它，我们的第7舰队将承受难以想象的损失。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蘑菇弹的代价太大了，我们米国承受不起啊。不过可以尝试把它向神夏的领海方向去。神夏的海岸线更长，防御工事更坚固，更有能力消耗它。我们会在最适当的时候提供必要的支援。相信我，这是最明智的选择。对，祸水东引。神夏不是总吹嘘自己吗？不是总标榜自己有多强大吗？这烫手的山芋就丢给他们，让他们去头疼。哈哈哈哈。大人英明，让神夏人替我们挡灾，
看他们还怎么装！命令很快传达到战场上，残余的高丽海军舰艇开始发射大功率声呐、诱饵，将深水炸弹在深渊巨前兽前进路径的侧前方引爆。爆炸的冲击波和水柱刻意的干扰着巨兽的前进方向。战斗机在空中盘旋着，将剩余的导弹和炸弹倾泻在巨兽与神夏领海之间的海域，制造出巨大的噪音和火光，吸引它的注意力，引导它偏离高丽海岸，转向那一片属于神夏的领海。于是深渊巨前兽被前方海域传来的热闹所吸引，缓缓地朝着神夏东海的方向碾了过去。高丽军队这种卑劣的行径被神夏高空预警机的雷达和光学设备清晰捕捉，画面和数据传回国内，瞬间点燃了举国的怒火。网络上，两国网民骂得天昏地暗。自己打不过，居然就把怪兽往别家一比，你们去找你们的米国爸爸，找我们干什么？你们不要过来啊！这大皮皮虾看着好可怕，为了这群引狼入室的东西。可恶！老子这就拼了他们！雷震，气没用，现在关键是怎么解决这个破坏。根据分析，这怪物对血肉有极度渴求，神夏的人口密度和数量对它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就算没有高丽使坏，它早晚也会来。高丽只是加速了进程。好了，既然今晚高丽真的出现了怪兽，就说明克拉克的预言有极高的可信度。这只怪兽应该只是一个开始。现在消灭这怪物，正好能给我们神夏积累宝贵的经验。命令东部战区、北部战区即刻进入战争状态，全员待命。一旦深渊巨鹼兽踏入我领海线，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它。霎时间，东海舰队上百艘战舰的引擎轰鸣，炮塔转动，导弹发射井盖掀开，森冷的炮口和弹头锁定了西方海平线。天空中，数十架歼负20、空速6K 撕破云组，组成遮天蔽日的钢铁鹰群。沿海数千公里的岸防阵地，重型火炮昂起，反舰导弹解除保险，士兵涌入工事，枪栓拉动的金属摩擦声连成一片，无形的战争绞索在神夏东海崩解。这大家伙终于来了吗？我记得这家伙的实力不弱，上一世神夏拼光东海舰队才磨死他。那么我要是把这怪物吃掉，得到的进化点应该足够我进化到3阶，完成超贴任务吧。我顿时心头火热，一旦完成任务，就能解锁北海巨妖的专属天赋。北海巨妖作为传说种，专属天赋自然是非常变态。于是我立马催动这副庞然之躯，足以困住航母的合金围网被我瞬间撞碎，万吨海水裹挟着钢铁碎片喷涌而出。目标移动，注意警戒，大声警报！住手！你们的子弹伤不了他分毫，激怒他，整个恩师瞬间就会化为废墟。重复，不许开火！克拉克在他的海后方向，是那只入侵的怪兽。在李卫国的怒吼和陈院士的警告下，士兵们咬着牙强行压下了透动扳机的冲动。我用巨大的树筒扫过李卫国，随即不再停留，猛地摆动起庞大的身躯，以远超任何舰艇的恐怖速度，朝着东海战场的方向狂飙而去。身后只留下一条久久无法平复的狂暴轨迹。此时，神夏东海海面上，庞大的东海舰队上，所有炮口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甲板上，导弹蓄势待发。天空中，歼负20如同猎鹰般盘旋，全球的目光都聚焦于此。由于蓝星自从融入无尽之海后，天空中的卫星已经全部失效，无法进行卫星拍摄，因此各国预警机在高空盘旋，将画面直播向全世界。就在这片死寂的肃杀中，一艘冒着黑烟的高丽驱逐舰歪歪扭扭地冲入神夏经济专属区，这便是执行引诱任务的高丽第1舰队。当初执行任务的10余艘舰船，如今竟然只剩下可怜的1艘。突然，一只覆盖着暗红甲壳的前肢破出海面。장관님, 엔진 과부하입니다. 배가 그거에 의해 들어올렸습니다. 深渊巨钳兽已经出现，开火！漫天炮火瞬间将巨兽吞噬，然而只是在深渊巨钳兽的背甲上留下些焦黑斑点和几道浅痕。深渊巨钳兽被激怒，顿时咆哮起来。于是他顶着漫天的炮火向东海舰队逼近。不能让这畜生靠舰队。既然他的防御强，就使用穿甲弹，给我打碎他的乌龟壳！2架歼负20俯冲而下，4枚鹰击负8反舰导弹精准命中巨兽背甲核心，顿时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然而能洞穿300毫米均质钢的穿甲弹头，却只在巨兽的甲壳上留下几道手臂粗细的裂痕。
远程攻击，他会喷吐毒液！可恶，我们的武器无法对他造成伤害。长官，这只怪冲我们过来了，我们怎么办？长官，这只怪冲我们过来了！深渊巨钳兽顶着万千炮火，继续朝着东海舰队碾压而来，每一步都掀起滔天巨浪。拦住他，用命填，也要把他钉死在海上，绝对不能让他登陆。紧接着，所有战舰开足马力，迎着巨兽冲了上去，炮火也变得更加密集。换了个更强大的对手，可惜虫子始究是虫子，这点火力给巨钳兽挠痒哇都不够。这次没有几百万条人命填进去，喂不饱它。我听说这个叫神夏的国家有一种叫蘑菇蛋的大爆宝。正好我们可以借着这次机会，逼他们用出来看看，威力如何？大棒炮，就凭他们那低等的科技，炸个响，拼个乐罢了。丽丝，要我说，我们海神教现在就能碾平这颗星球，何必等族内大军？距离战场最近的 S 市很快便陷入混乱之中，火车站挤爆，高速公路瘫痪，人们在大街上边哭边逃乱作一团。不行，拉不住这怪物啊！我们还有希望。我看到很多军队正在向海边集结，照这个速度，这怪物用不上几个小时就能登陆了。我还不想死啊！开火！开火！给老子轰他！东海舰队的战舰火力全开，岸基导弹阵地也同时发射出一枚枚导弹，深渊巨钳兽瞬间被火光和硝烟吞没。虽然巨兽拥有无可比拟的强大防御，但是蚂蚁多了尚且能咬死大象，更何况是如此恐怖的火力覆盖。很快，深渊巨钳兽的背甲便裂痕遍布，一些位置已经渗出殷红的血液。巨兽3队副眼瞬间充血，紧接着发出怒吼，彻底暴走。12队副支加速发力，迎着炮火向 S 市海岸线发起冲锋。拦住他！拦住他！一艘距离最近的驱逐舰开足马力迎着巨兽撞去，数千吨的驱逐舰在深渊巨钳兽面前如同纸糊的玩具，瞬间被撞得扭曲断裂。只见深渊巨钳兽的身躯猛地一滞，它疯狂转动3对副眼，不安地摆动着头颅，发出一道嘶吼，巨大的身躯甚至在微微发抖。掉头了，还要跑！哈哈哈！天佑我神夏呀！这只大皮皮虾不知道发什么疯，竟然逃了！不应该啊，这东西马上就要登陆了，怎么会突然撤退？难道他意识到了我们有蘑菇弹？不对，和蘑菇蛋没关系，是恐惧。他在恐惧深海里的什么东西？克拉克？难道他在恐惧克拉克？克拉克，他不是在第3号安全港吗？消失了。克拉根，这是去拦截深渊巨钳兽了。按照目前看，很有可能，预警机捕捉到一道超高速度的水下轨迹，正直扑深渊巨钳兽，是克拉根，他在帮我们。